你娘临终前给你和你妹妹定下2门婚约，一门是东宫太子，另一门是流放西北的镇国将军萧决。萧决，那个被夺了兵权、打断双腿流放西北的废将军。你身为相府嫡女，理应嫁入东宫，替家族分忧，守好你的本分，别妄想和你妹妹争。果然如此，您明知道太子之子。我不同意，凭什么让她去东宫当太子妃？那可是未来的皇后。娇娇啊，爹还能害你不成？爹这是心疼你。那东宫规矩大得很，可是个吃人的地方。你要是真心疼我，怎么会让姐姐去当高高在上的太子妃，让我去西北吃沙子？我看您就是偏心姐姐。好了好了，别闹了。妹妹，爹是为了你好。那东宫看着风光，其实……你闭嘴！你是嫡长女，让着我怎么了？再说了，皇家最看重子嗣，你连孩子都怀不上，也配嫁去东宫当太子妃？我不能生，难道不是因为当初你贪玩落水，我跳下去救你才落下的病根？好，如你所愿，你嫁东宫，我嫁西北。希望你以后千万别后悔。我肯定不后悔。不行，简直胡闹！娇娇嫁去西北，宁儿嫁去东宫，这门婚事就这么说定了。爹，您非要偏心姐姐，信不信我一通撞死给你看？你，沈娇娇，你连父亲偏心谁都看不懂，也罢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让着你。从此以后，我沈宁不欠你分毫。大雪纷飞，送亲的马车在距离府邸2里地外停下了，车夫搓着手催促：“大小姐，大雪封路，进不去，您自己走吧。”说完，他把包袱扔进雪地，调转马头跑了。我捡起地上的包袱，踩着积雪深，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动。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看到了一座石府。刚走到门前，大门开了，一个穿着粗布袄子的妇人快步迎出。她激动地喊：“儿媳妇，可把你盼回来了！”我愣在原地。您是？我是你婆婆呀。她一把夺过包袱。我儿子在后山大营巡视，没空接你，我来接。我有些局促，伸手去抢。母亲，这包袱重，我自己拿。你这一路颠簸够累的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走吧。他热情地拉住我的手，将我拽进大门。进了门，我发现府邸外面看着破旧，里面却宽敞整洁，墙角还燃着无烟银骨炭，暖意瞬间驱散了寒气。一只大黄狗从廊下窜出狂吠，我吓得后退一步。大黄别过来，这是女主人，不准乱来。婆婆挡在我身前呵斥，大黄呜咽一声，委屈地趴在地上。进屋后，婆婆转头看着我，眼眶微红，心中想：这孩子不会嫌弃这苦寒之地吧？她开口：“儿媳妇，咱们家是被流放的戴罪之身，条件不好，你从京城来，实在对不住你。”说着，她从怀里摸出一份早已写好的放期书，塞到我手里。要是你实在待不惯这里，受不了这份苦，就拿着这个回京城去吧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放期书，深吸一口气，将它撕碎扔进炭盆，看着火苗将纸屑吞噬。我没有家了，回不去了。我坚定地说。婆婆愣了一下，好孩子，随即将我紧紧搂进怀里。从此以后，这里就是你家，我和我儿子会对你好，绝不让你干粗活。我靠在她肩上，谢谢母亲，心底安稳下来。既然我嫁给了萧决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反握住她的手，不管西北多苦，只要一起努力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婆婆破涕为笑，真是好孩子，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？话音刚落，门帘被掀开，伴着寒意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跨过门槛。我抬头望去，瞬间僵在原地。传闻前镇国将军萧决双腿残废，面容尽毁，可眼前的男人身姿挺拔，毫无残废之态，且剑眉星目，面容俊朗。说好的流放废人呢？婆婆上前拍了他一巴掌。没看到你媳妇儿吗？叫人！我连忙摆手，不用叫。男人看向我，大步走来，声音低沉。夫人，这一声惹得我耳根发热，慌乱的应了一声，低头不敢看他。抱歉，营里走不开，才让母亲接你。萧决递给我一个锦盒，见面礼，若是不喜欢，我再让人寻新的。不管送什么，我都得表现出喜欢。可打开锦盒，里面竟是2只沉甸甸的赤金龙凤宽边手镯。按京城的金价，这2只镯子起码值几千两白银。不喜欢这个款式吗？萧决看着我呆滞的模样，微微皱目。我还多打了几副别的花样。这么多吗？我捧着沉甸甸的赤金手镯，声音结巴。京城贵女只戴精巧首饰，这厚实的赤金镯子着实少见，但也绝对价值不菲。婆婆在一旁说：“我就说京城姑娘觉得赤金俗气，别理这糙汉子。”她掏出一个小盒塞给我，来看看母亲给你准备的礼物。我掀开盒盖，倒吸一口凉气。盒内是一只凤凰发簪，嵌着鸽子蛋大小、无杂质的鸽血红玉髓。这等成色，起码价值100万两白银，连相府司库里都没有。不喜欢吗？婆婆看我愣神，有些紧张。不是，我猛地抬头，压低声音：“母亲，萧决，咱们家真的是被流放的罪臣吗？”
婆婆坦然一笑，咱们确实是戴罪之身，流放此地，自生自灭。家里条件不好，儿媳妇多担待。这也叫条件不好？那我以前过的是什么穷酸日子？那咱们家到底怎么谋生？喝口茶。萧绝递来热茶，语气平淡。入眼所及的牧场、商道，都是咱家的。看不到的也是。婆婆补充，西北13州的商路、马匹交易和边关护市都被我儿子接管了。是得进账多少银子？我震惊追问。不多。萧绝说，只算明面上的丝绸和茶叶利润，一年大概1000两白银。1000两，大梁国库一年的税收也不过如此吧？我们还有岸线的玄铁走私、战马肥玉和西域香料投办。萧绝看着我，眼神真挚。西北条件不好，你娇生贵养，怕是住不惯。需要什么直接拿印进去钱庄支取，不用过问我和母亲。钱不多，先拿着玩吧。萧绝掏出一块刻着玄字的黑色令牌递给我。我们既然结为夫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给府里添置东西，不用客气。我接过令牌，这是传闻中能调动天下大半地下钱庄的黑金玄铁令，足以撼动大梁国本。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：钱不多，这可是能买下半个天下的东西啊！萧绝微微皱眉，似乎真的觉得我受委屈了。现银是不多，是有点少。回头我让人把西域那几条主要商线的契书也都转到你名下。什么多赚点契书？婆婆一听，立刻板起脸训斥儿子：以后你的私库和私房钱都得给你媳妇儿管。我连连摆手：不用，这太贵重了。什么不用？以前老将军的私库是我管，以后他的钱自然也是你管。母亲说的对。萧绝点头。等会儿回房，我把库房钥匙和钱庄印信都给你。我直咽口水。真不用。还有几个隐藏私库，找到钥匙也都交给你，密语都一样，随便画。萧绝语气笃定，我看着令牌啧舌。这么多产业，京城最富的世家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银。我缓过神问：咱们家这么有钱，怎么府邸看着这么破败？这是我刚到西北时督建的。萧绝解释：母亲舍不得拆，也舍不得搬，我不放心她一人住。你若住不惯，我在城西给你建座别选。我摇头：不用，母亲舍不得，修了新的她也不会去。这宅子挺好，反正钱印在你手里，想修院子就修，想买什么就买。时候不早了，安歇吧。我猛地抬头，虽有夫妻名分，但我们今天才算真正认识，真的要同榻而眠吗？第二日清晨，床榻上还残留着余温，萧绝早已动身去了西北大营。婆婆拉着我去城外的驿站，说是要去取些南方商队刚捎来的过冬丝线。我们婆媳俩为了行事方便，穿着入乡随俗的素色袄裙，刚走到驿站门口的官道上，一辆豪华马车便深深陷在了前方的雪坑里。那马车极尽奢华，车檐下还悬挂着代表东宫的明黄流苏。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，连马车都走不动，本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。车厢里传出一个极其娇蛮的声音，紧接着2道穿着锦衣华服的身影在随从的搀扶下走了出来。我定睛一看，眉头微皱，竟然是沈娇娇和当朝太子萧泽。殿下，这西北的风雪也太大了，这破驿站的人死绝了吗？沈娇娇满脸嫌恶，怎么还不滚出来接驾？萧泽不耐烦地掸了掸肩上的落雪。姑也是奉皇命代天巡讯，来安抚西北这帮罪臣刁民，你暂且忍忍。沈娇娇一转头，正好看见站在屋檐下避雪的我和婆婆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喊道：喂，那边那2个村妇，别愣着了，快过来给本宫搬箱子，赏你们10两银子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站在原地纹丝未动。沈娇娇见我们不理她，踩着积雪气呼呼地走近2步，等她彻底看清我的脸后，瞬间瞪大了眼睛。怎么是你？萧泽闻言转过身，皱着眉头打量我。娇娇，什么情况？你认识这2个西北的流放罪妇？殿下说笑了，我可是丞相府的嫡女，怎么可能认识这种下贱的村妇？我就是看他们长得像以前府里扫地的粗使丫鬟罢了。沈娇娇，你确定你眼瞎到连我都不认识了是吗？沈娇娇脸色一变，你烦不烦？太子殿下本来就嫌弃你们这种流放的罪臣，要是我被他知道有个罪妇姐姐，我岂不是更被他看不起？你给我装不认识就行了。还有，这箱子太沉了，你赶紧帮我搬进去。可我是你亲姐姐。我看着她那副嫌贫爱富的丑陋嘴脸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你算什么姐姐？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。怎么，10两银子不够？本宫给你们50两，赶紧把这些御赐物搬进去。哼，这位夫人好大的口气，别说区区50两，你就是给500两黄金，我们也不搬。你怎么说话的？
沈娇娇一听自己被拒绝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真是见钱眼开的刁民！眼看沈娇娇的手就要碰到婆婆，我猛地一步上前，精准地攥住了她的手腕，反手用力一甩，沈娇娇脚下一滑，华贵的狐球在雪地里摔了个底朝天，狼狈不堪。沈宁，你敢推我？从小到大，爹爹都没动过我一根头发丝，你竟然敢对我动手！长姐如母，我这是代替父亲教你规矩，谁教你这么跟长辈动手的？他一个不知尊卑的西北老妇，算我哪门子长辈？沈娇娇扑进萧泽怀里哭诉：太子哥哥，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被一个村妇欺辱吗？我现在可是东宫太子妃，他推我就等于是打皇家的脸啊！萧泽觉得颜面扫地，大胆刁妇，你竟敢对太子妃动粗！现在立刻跪下给顾大爱妃磕头赔罪！是他先对长辈动手，我不过是阻止他，要我下跪道歉，你们受得起吗？况且我是他长姐，教育自己的妹妹有何不可？你这人简直不可理喻！婆婆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毫不畏惧地对上萧泽愤怒的目光。你说你是太子，有权有势是吧？我儿子也有权势，说不定比你这个东宫太子还要大得多。你凭什么欺负我儿媳妇？殿下，你听见了吗？这个老疯婆子居然说，她那个双腿残疾的废儿子，权势比你还要大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种流放之地的罪将，恐怕连京城的城门朝哪开都忘了，以为在这西北不毛之地当个土霸王，就算是有权势了。沈娇娇目光一转，突然落在了我的手腕上。刚才拉扯间，我袖口的赤金龙凤宽边手镯露了出来。哎呦，沈宁，你都沦落到戴黄铜镯子出面子了吗？你知道这要是真金得值多少两银子吗？把你这婆婆和你那残废相公卖了，都买不起这一个边角料。我懒得理会她的无知，冷声道：这是真金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是真金就是真金吧。我就算你这破铜烂铁值10两银子好了。沈娇娇得意洋洋地扶了扶头上的赤金步摇。那你知道10两银子和东宫的泼天富贵差了多少倍吗？不就是几两碎银子吗？谁家没有似的？婆婆冷笑一声，从怀里掏出锦盒。宁儿，来，把这个带上，免得被瞎了眼的人看清了。盒盖掀开的瞬间，血红玉髓的发簪在漫天飞雪中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夺目红光。沈娇娇那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，眼珠子死死盯在那块流光溢彩的红玉髓上，满脸的不可置信与贪婪。这是极品鸽血红，这种毫无瑕疵的绝顶成色，就算是国库的珍宝阁里也找不出几件来。你这个流放的罪妇，怎么会有这种稀世珍宝？沈娇娇猛地反应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哦，我知道了，沈宁，你偷东西，肯定是你离开相府的时候，偷偷潜入爹爹的私库偷出来的。我简直要被他清奇的逻辑气笑了。这是我婆婆送我的见面礼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，贼喊捉贼！你穿着这么穷酸破烂的袄裙，跟我说你婆婆送你价值连城的鸽血红，谁家有钱的贵妇会穿成你们这样出来招摇？沈娇娇满脸鄙夷，斩钉截铁地说道。婆婆拍了拍身上的粗布袄子，我们西北风大雪大，穿这身挡风暖和。行了行了，本宫算是个大度的人，我不跟你计较你偷拿相府东西的死罪。沈娇娇迫不及待地伸出手，拿来吧。拿什么来？红玉簪啊，这么好的东西，肯定是爹爹本来打算给我做陪嫁的，你赶紧还给我，弄坏了你1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我正欲侧身避开，驿站外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蹄声，一队身披重甲的黑旗如旋风般卷入，为首的黑马之上，萧决一身玄衣。我看谁敢动我夫人一根汗毛！萧决勒马，数十黑甲卫拔刀，将马车与东宫随从死死围住。沈娇娇躲到萧泽身后。太子殿下，他一个流放废将，竟敢饲养不比，这是要造反！萧泽强撑底气呵斥：萧决，你带兵惊扰当朝太子，该当何罪？信不信孤立刻拟旨，将你按谋逆之罪就地正法？萧决翻身下马，走到我身边。就地正法，殿下怕是忘了，我萧家世代忠烈，手握先帝御赐的免死铁券。你想杀我，大理寺都不会答应。萧泽大怒：你放肆！孤乃储君，这就命西北都护府出兵，剿了你这乱臣贼子！沈娇娇叫嚣：沈宁，听到没有？殿下一句话就能平了你们。识相的赶紧把红玉簪交出来，跪下磕头认错。我冷笑回应：红玉簪是萧家之物，你这侧妃也配来明抢？沈娇娇气急败坏：太子哥哥，你看他凶我！萧决牵起我的手：夫
风大，跟这种人废话无益，进府。萧决，萧泽怒吼：“你敢无视姑！来人，去调西北都护卫！”不用调了。一道浑厚的声音从官道另一头传来，来人正是西北都护赵将军，身后跟着几位城中长者。萧泽见状大喜：“赵将军，你来的正好，萧决冲撞东宫，立刻将他拿下。”沈娇娇挑衅道：“沈宁，西北的兵权终究是朝廷的，你和这残废今天死定！”我回击道：“朝廷的兵权未必听东宫的号令。”赵将军无视萧泽，走到萧决面前行礼：“末将参见少将军，风雪阻路，护驾来迟。”赵将军，萧泽大怒：“你疯了吗？”一位白须长者上前：“太子殿下，10年前西北雪灾，您贪没300万两救命粮款，若不是萧主子散尽家财买粮，西北早成死城了。”萧泽脸色铁青：“一派胡言！孤代天巡秀，何曾贪墨？”沈娇娇叫嚣：“放肆！你们这群刁民竟敢污蔑当朝储君！殿下，把他们全抓起来！”赵将军猛地拔出半截佩剑，怒目而视：“污蔑！当年太子党的贪污铁证，末将都记在账上。在这西北，我们只认萧少将军。你们要造反！”萧泽武力镇压不成，强撑底气：“当年赈灾之事，孤自会查明。今日孤代天巡讯，带了3万两白银赏赐。只要你们拿下大逆不道的萧决，钱全归你们。”3万两，我心中嗤笑。萧决送我的簪子都不止这个数。听到没有？沈娇娇叫嚣：“这3万两是你们穷苦边民10辈子也赚不到的钱，还不赶紧谢恩拿人！”赵将军众人顿时哄堂大笑。放肆！萧泽大怒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赵将军上前说道：“殿下怕是不知道，萧主子带我们开辟西域商道，如今西北随便一个百夫长，闲钱都不止3万两，拿这点碎银子收买军心，太寒酸了。”绝对不可能！沈娇娇大喊：“他一个流放废将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”我冷声道：“这就不劳侧妃娘娘操心了。”萧泽指着我：“沈宁，你敢如此对姑说话？”我毫不退让：“既然殿下的赏赐拿不出手，就请回吧，西北不欢迎你们。”萧泽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好啊！指着赵将军怒吼：“姑明白了，你根本就是和萧决串通一气，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。你这西北都护是不想当了。殿下若是不满，大可回京参墨将一本。”赵将军不卑不亢：“太子哥哥，他们欺人太甚，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今天必须把那个刁妇和萧决抓起来治罪。”沈娇娇急了：“将这群乱臣贼子全部拿下，死活不论！”几十个东宫护卫硬着头皮拔刀冲了上来，不知死活。萧决冷冷吐出4个字，甚至不需要他动手，黑甲味如黑色的洪流般涌出。不过眨眼功夫，兵刃交接的清脆碰撞声后，东宫护卫全被打趴在雪地里，哀嚎不止。萧泽吓得连连后退，一不小心绊倒在雪坑里，狼狈不堪。沈娇娇也被带倒，华贵的白狐裘沾满了泥泞，头上的珠钗散落一地。太子殿下还要继续打吗？萧决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。西北天寒地冻，殿下可别冻坏了身子。这场闹剧最终以萧泽和沈娇娇灰溜溜地逃回驿站告终。夜里，府内的地笼烧得极旺。我洗漱完，坐在梳妆台前拆卸发髻。萧决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走进来，放在我手边。先喝了，去寒气。谢谢。我捧起瓷碗。萧决今天彻底得罪了太子，朝廷那边怕是会有动作。萧决站在我身后，自然地接过木梳，替我梳理长发。不用担心，京城的动静我了如指掌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我看城外的防御工事有些陈旧，抵挡风雪尚可，若真有大军压境，怕是不够坚固。我认真地看着他。既然我们手头宽裕，我想出资加固西北的城墙，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家。萧决的手微微一顿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。好，都听夫人的，明日我就派人去请城里最好的工匠。可是这么浩大的工程，需要很多银钱。银子你随便花。萧决俯下身，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。不过现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昨日我和夫人商议过了，西北苦寒，旧城墙抵御不了外敌和严冬，我们要自掏腰包，重新加固外城墙，并修建瓮城。加固城防是天大的好事，大家伙儿每人凑一点军饷，这事儿能成。将军说的对，少将军带咱们过上了好日子，怎么能再让将军出钱？我们自己出工出力。不行，将士们戍边本就辛苦，工匠们也要加糊口。这笔修城的银子全由我来出。这怎么行？夫人，这可是上百万两白银的开销啊！众人见我态度坚决，感动得纷纷跪地叩首。夫长大义，属下等必定誓死效忠。我已经决定了，银票
就放在府库。此事宜早不宜迟，今日就动工。这到底是什么主使？我可是东宫侧妃，竟然让我在这种鬼地方受苦！孤代天巡秀住在此等简陋之地，实在有损皇家威严。孤已命人圈了一块地，准备强征民夫，修建一座临时行宫。太子哥哥英明，等行宫建好，看那个刁妇还敢不敢嚣张。两人带着一帮护卫，趾高气昂地来到了城西的空地上，却发现那里早已热火朝天，无数工匠正在搬运砖石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回贵人，咱们在修造城防翁城呢。修城防？谁下的令？是朝廷拨款了吗？是萧主子和夫人私人出资，整整拨了100万两雪花银呢。他们可是咱们西北的大恩人。100万两，私人出资？不可能！这村妇哪来的100万两？就在这时，我带着负责监工的赵将军走了过来。我出资修城防，有何不可？沈宁，你装什么大方？你离京的时候，父亲根本没给你分文嫁妆，你哪来的100万两？我自己的钱，与你何干？赵将军，继续施工。是。慢着，我知道了，这笔钱肯定是你出嫁前从我们相府公库里探摸出来的黑钱。你居然敢用相府的钱在西北买人心！沈娇娇，捉贼拿赃，你一口咬定我贪墨，证据呢？这还用证据吗？除了相府，你个流放的罪妇上哪儿弄这么多银子？太子哥哥，这笔钱理应由朝廷接管，这片地咱们也征用了，用来建金宫。娇娇说的对，孤以东宫之名宣布，立刻停工，所有的银钱辎重充公，由东宫接管这片工地。殿下未免太霸道了，这钱是萧爵出的，凭什么你说充公就充有？平孤是未来的95之尊，在这大梁天下，莫非王土。你们这群罪臣的私产，孤想拿便拿！哈哈哈哈！刁妇，还不赶紧把银票交出来，然后滚蛋！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，杀了他！大胆刁妇！东宫未听令，给孤把他拿下，就地正法。萧泽见我当众忤逆他的侧妃，拔出佩剑指着我，嗖，一支纯黑的羽箭擦着萧泽的侧脸飞过。萧爵骑着黑马疾驰而来，可谁敢动我夫人？犹如煞神天降，他在我身前勒紧缰绳，逼得东宫侍卫连连后退。萧爵，你敢刺杀太子，你这是谋逆！孤这就修书让父皇发大军将你千刀万剐。谋逆？若我真想杀你，刚才那一剑穿透的就是你的喉咙。这片地是我打退蛮族用命换来的。我夫人的钱也是干干净净的，你想强征建功，做梦！这天下都是皇家的，你们的东西早晚都要交出来。是吗？西北所有的地契、兵权，今日起全部归我夫人沈宁所有。这西北，她说了算。100万两白银的家业，说给就给了。好，不让，孤偏要在这建。来人！把他们修的城墙地基给孤砸了，立刻打下行宫的桩子。砸我的城防！赵将军听令，太子在城南强征民田修建的行宫根基，阻碍了城防视线，带领黑甲卫去把太子的行宫地基夷为平地，一砖一瓦都不许留。末将遵命。拆孤的行宫，萧爵你疯了！那是孤代天巡狩的脸面。末将遵命。赵将军没有丝毫犹豫，浩浩荡荡地朝着城南奔去。你这是公然藐视皇权，孤要治你谋逆之罪。东宫卫还不快去拦住他们！仅剩的几个东宫侍卫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上前。沈宁，你还不快管管你这疯子相公！要是行宫被拆，相府都要被你连累。替嫁契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我已交还相府玉盘，相府的荣辱与我何干？这西北的规矩是我夫君定下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城南传来阵阵轰炸声，烟尘四起。萧泽浩被巨巨打下的行宫根基，那黑甲卫的铁骑彻底夷为平地，连块完整的砖都没留下。殿下，全塌了，全砸没了。好，萧爵、沈宁，这笔账孤记下了。随时恭候，趁我还没改主意，带着你的人滚出西北。
在黑甲卫的冰冷刀锋下，萧泽和沈娇娇连驿站都没敢回，直接带着残兵败将，灰溜溜的连夜逃离了西北。没了他们阻挠，西北城防的加固工程进展神速。不出2月，巍峨坚固的瓮城拔地而起，将士们欢欣鼓舞，百姓更是对萧决与我感恩戴德。宁儿，多亏了你，咱们西北才有了真正的铁壁金墙。母亲言重了，这都是夫君和将士们的功劳。就在城防落成之日，京城突然来了800里加急的快马。太后60寿辰将至，特召天下旧臣及各地官员入京觐见。西北萧决亦在受邀之列，钦此。夫君，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。太子回京后必定添油加醋，此时入京恐有变数。这西北他动不了，便想在京城给我下套。既然他们想玩，我便陪他们玩到底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目光瞬间变得柔和。夫人可愿陪我回京，再去看看那繁华之地？你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半月后，我们的马车缓缓驶入京城高大的城门。我撩开窗帘，看着熟悉的街道，心中竟生不做出一丝波浪。本以为萧决在京城没有落脚之地，马车却径直停在了一座幽静宏伟的私宅前。这宅子是早年置办的，一直有人打理。夫人看看，可还缺什么？什么都不缺，极好。惊讶于他在京城的势力竟也如此深厚。安置妥当后，我带你去添置一些赴宴的行头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太后寿宴马虎不得，去珍宝阁看看吧，那里有全京城最好的锦缎和首饰。珍宝阁是京城最顶够级的成衣首饰铺，只接待皇亲国戚和顶级权贵。当我们步入珍宝阁时，立刻有眼尖的伙计迎了上来，但看清我们身上朴素的常服后，两位客官，是不是走错门了？咱们珍宝阁的衣裳可都是1000两白银起步的，我看二位这身打扮，倒不如去城南的布庄看看。开门做生意，哪有把客往外赶的道理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口气这么大！我抬眼望去，只见沈娇娇在一众丫鬟的簇拥下缓步走下楼梯。原来是姐姐和废将，哦不，萧公子啊！怎么西北那苦寒地带待不下去了，跑回京城打秋风来了？我们是奉旨入京贺寿，与你何干？贺寿？就穿你们这身破落户的衣裳去贺寿吗？你们掌柜是怎么教规矩的？今天珍宝阁本宫包下了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？侧妃娘娘息怒，小的这就把他们赶出去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冲撞了贵人。萧决眼神一寒，正要发作，我轻轻拉住他的袖口，看向沈娇娇。这家店打开门做生意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当朝太子侧妃，就凭这里的规矩是先敬罗衣后敬人，你们买得起这里的一根丝线吗？谁说他们买不起？一道清脆的女声突然从2楼传来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穿着干练、气质出尘的美艳女子缓缓走下楼梯。秦大掌柜。伙计一见此人，立刻恭敬地退到一旁。这位秦掌柜掌管着整个珍宝阁，在京城的贵妇圈中极有脸面。秦掌柜，你来的正好，这2个西北来的乡巴佬脏了你们珍宝阁的地界，赶紧叫护院把他们打出去。秦掌柜却没有理会沈娇娇的殷勤。主子，夫人，您2位怎么突然来了？也不差人提前通报一声，属下好出城迎接。你叫他们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他们是西北流放的醉将！放肆！谁敢对我们主子无礼？来人，把这个大呼小叫的女人给我请出去！你们敢动我？我是太子侧妃，我要封了你们这家黑店！封店？别说是你，就算是太子亲自来，也不敢在珍宝阁撒野。把他给我请出去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门外路过的百姓纷纷驻足，指指点点。沈娇娇的脸面算是彻底丢尽了。你去账房结了工钱，以后不用来了。不要啊，秦掌柜！不要啊，秦掌柜！大堂清静后，我疑惑地看向萧决。忘了告诉夫人，这珍宝阁也是咱们家的产业。主子，那件东西已经完工了，夫人请看。随着红绸被掀开，一顶璀璨夺目的紫金明珠冠映入眼帘，点翠的工艺栩栩如生。
四周镶嵌着99颗东海极品明珠，正中央更是一颗举世无双的夜明珠，端的是超品王妃的规制。是珠冠，这是主子3年前便吩咐我们四处搜罗奇珍异宝，历时1000个日夜，由10位顶级工匠日夜赶制而成的，光是造价便抵得上国库半年的税收。3年前我与你根本素不相识，你为何要准备这顶珠冠？深邃的眼眸中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愫。他抬起手，轻轻将我耳边的碎发挽到脑后。有些缘分，比你想象的要早得多。这顶珠冠，除了你，没有任何人配得上。以后，你会明白的。在珍宝阁试完了赴宴的华服，我们在夜色中乘着马车返回私宅。刚走到正厅，主子、夫人，相府来人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刚到京城，我那唯利是图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了。不见。慢着，既然都找上门了，我倒要看看当朝丞相大人深夜造访，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请他去偏厅奉茶。我陪你一起去。偏厅内烛火摇曳，沈相端坐在客座上，虽然极力维持着当朝丞相的威严，但眉眼间还是透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焦虑。父亲深夜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逆女，回了京城也不先回相府请安，还有没有半点规矩？相府的规矩，不是早在你逼我签下替嫁契书的时候就断干净了吗？我毫不退让的反唇相讥。宁儿啊，以前是为父对不住你，但如今太子殿下在户部有一笔巨大的亏空补不上，若是皇上查下来，东宫和相府都要遭殃。你妹妹要是倒了，你脸上也无光啊。所以呢，为父听说萧决在西北大发横财，你既然是他的正妻，就赶紧把西北商道的印系交出来，拿给太子补齐亏空，也算是你为家族尽了一份孝心。拿我的钱去填太子的苦洞，父亲，您还没睡醒吧？沈宁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真以为一个流放的废将能护得住你？你若不交出印饰，相府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我低头一看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自愿放弃生母当年留下的所有10里红庄和铺面田产，且永远放弃相府嫡女的继承权。你若是今天不答应补齐太子的亏空，就把这字签了。从此以后，你娘的嫁妆和相府的家产全都归你妹妹娇娇所有。看着眼前这个满眼算计的男人，我心里最后一丝对亲情的奢望也彻底破碎了。为了沈娇娇的荣华富贵，他连我王母的遗物都要剥别得一干二净。好，我签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拿起桌上的毛笔，蘸饱了墨汁，在文书上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并按下鲜红的指印。他显然没想到我会如此痛快。我将文书扔回他怀里，带着这份文书滚出我的宅子。从此以后，我沈宁与你与相府再无半点利益瓜葛，死生不复相见。太后寿宴之日，京城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太子萧泽为了彰显储君之威，在东宫包下了最奢华的酒楼，广发请帖，几乎请了满朝文武。而萧决行事低调，只在自己名下的一座普通酒楼里设了简单的家宴，并未声张。马车行驶在去酒楼的路上，我透过车窗，正好看到太子包下的酒楼前，车水马龙，权贵云集。沈娇娇穿着那身华丽的宫装，站在门口迎来送往，好不风光。眼尖的她瞥见了我们的马车，立刻派了几个东宫侍卫，直接将路障摆在了街道中央。哟，姐姐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京城的达官贵人今天可都在太子殿下这儿，你们那穷酸馆子怕是连只苍蝇都不会飞进去吧？宴不在大，有心则灵，好狗不挡道，让开！你骂谁是狗？来人，把这条街给我封了！本宫倒要看看谁敢越过东宫去吃他们那顿寒酸的破饭！面对东宫重兵封街，萧决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随他们封，走暗道回府。马车悄无声息地避开封锁，回到私宅。我坐在暖阁里，心里多少有些憋闷。萧决倒了杯热茶递给我，还在为沈娇娇那种人生气。我只是觉得可笑，他这般仗势欺人，真当自己能只手遮天了？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过2日，我带你去强郊的天宫坊看看，我为你定做的紫金华弩，应该完工了。紫金华弩，那可是只有超品亲王妃才能使用的规制，你这般大张旗鼓，不怕招人非议？你是我的妻子，
自然该享受这世间最好的东西。我从一开始想护着的人就是你，也只会是你。主子，属下来的不是时候，宫里有眼线传了消息。与此同时，相府密室，沈娇娇哭得梨花带雨。爹爹，您看沈宁多嚣张，就算签了放弃家产的文书，他还在京城给我添堵。您可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娇娇别哭，你如今是太子侧妃，爹爹自然向着你。我已经把相府所有的暗谷和地契都转到了你的名下，以后沈家的钱一分都不会留给沈宁。谢谢爹爹，我就知道爹爹最疼我。站在门外的萧泽将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嘴角勾起一抹贪婪的冷笑。回到东宫，殿下，咱们户部的窟窿极大，若是填不上，慌什么？哼！如今相府的家产都在娇娇手里，等姑把沈家的钱全部骗过来，填平了户部的亏空，明日再去太后寿宴上好好打交那位神秘的天下首富，咱们东宫还怕不能重回巅峰？殿下英明，只要搭上那位手握天下钱庄的神秘首富，姑第一件事就是要碾死萧绝那个西北来的残废。主子、夫人，摘星楼那边都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您二位再确认一眼后日的寿宴家宴流程，若没问题，属下就敲定了。摘星楼是京城最高最奢华的酒楼，能在此设宴是身份的绝佳象征。我翻看着手中烫金的流程册子，摘星楼的宴席不是早就排到明年了吗？你怎么盯上的？夫人放心，主子出面，这京城还没人敢不给面子，没什么问题。剩下的交给你安排，我和夫人去天宫坊看华年。是，属下告退。然而此时的摘星楼大堂内却是一片剑拔弩张。你知不知道姑是谁？姑可是当朝太子。无论如何，后日摘星楼的场子都得给姑空出来。姑要在此大宴宾客。太子殿下息怒，后日已经被人包场了，您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去别家酒楼办。姑堂堂太子，要在京城最好的酒楼设宴。就是，到底是谁包的场？叫他出来，殿下出双倍的价钱，把场地换过来。殿下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后日的场地是我包的，太子殿下有何意见？你谁啊？敢抢姑的场地？这位是林大人，他背后的主子可是掌控天下钱庄啊！原来是林大人包场，那姑自然不敢夺啊。走出摘星楼，殿下，难道咱们真的不能在这办宴席了吗？急什么？随便找个酒楼提前1日办就是了。只要能搭上首富这条线，以后整个京城还不都是姑说了算？另一边，萧绝带着我来到了京郊最负盛名的天宫坊，这里专为皇室和顶级权贵打造车驾与华服。我们刚迈进大门，一个留着8字胡的管事便斜睨着眼睛迎了上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管事上下打量着我们身上低调的素色披风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可是全京城最高档的天宫坊，东西只卖不租，要买便宜货，滚去西街的地摊上挑。我们是来看定做的车架的。瞧你们穿的一副穷酸样，还来看车架？哼，赶紧滚！别耽误一会儿我要接待的贵客，得罪了贵客，你们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你确定不招待我们是吗？确定，赶紧滚！萧绝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死人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环佩叮当的清脆声响。本宫的贵客来了！立刻换上一副谄媚之极的笑脸，像条哈巴狗一样迎了出去。贵客，里边请。哟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天宫坊打开门做生意，我们自然也是来看定做的东西。他们这种土老帽才不是我们的目标客观。侧妃娘娘，咱们天宫坊只接待您这种穿金戴银、身份尊贵的优质主顾。沈宁，听到了吗？人家管事都不欢迎你，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。毕竟这里最便宜的一件马车挂件都要上千两白银，你买得起吗？上千两很贵吗？在西北装土带我就行了，别到了京城还装。沈宁，你出去别说你是沈家人，我嫌丢人。我本就已经不是沈家人了。办你识相，明日就是我在东宫的盛大宴席，你可一定要来亲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富。我不去，该不会是怕你和你这个残废相公去了之后丢人现眼吧？行，随便你。既然不去，那就赶紧滚。是我们先来的，凭什么要我们滚？让你们滚就赶紧滚！没看到你们惹的侧妃娘娘不高兴了吗？
信不信我叫护院把你们打出去？不用叫护院了。一道冰冷威严的声音从内堂传来，天宫坊的真正大掌柜秦娘带着几个心腹快步走了出来。大掌柜，这2个穷酸鬼在这里闹事，冲撞了太子殿下和侧妃娘娘，我这就把他们赶走。你被解雇了。大掌柜，你想解雇我？我可是天宫坊的萧冠管事，就算老板来了都不敢开除我。我就是这里的大掌柜，你不仅被开除了，还要在全京城的商会里被封杀。秦大掌柜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是这个管事替本宫赶走这2个乡巴佬，你应该赏他才对。你嘴里的乡巴佬，正是我天宫坊真正的幕后大东家。不可能！他们穿成这样，怎可能是天宫坊的幕后东家？他明明就是个流放的废将！哼！把这碍眼的管事拖出去，永远不准踏入天宫坊半步！凄厉的求饶声中，管事被护院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去。秦娘恭敬地走到萧绝和我面前：“主子夫人，属下来迟了。夫人，您定做的紫金华年已经完工，请移位后院查验。”这造价不多，也就耗费了8万两雪花银罢了。萧泽看着那华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萧泽死死盯着那辆紫金华年，嫉妒的双眼猩红。沈宁、萧绝，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孤堂堂太子，竟然在京城被你们接连羞辱！你们给孤等着！萧绝甚至连个余光都没给他。夫人，上去试试可还舒适？我踩着白玉脚踏登上车架，车内铺着厚厚的极品雪貂皮，暖意融融。我看着萧绝，心中满是感动。很合适。太子哥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他们不过是一群西北来的泥腿子，凭什么踩在咱们头上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明日的宴席，只要咱们在宴席上搭上神秘首富，捏死萧绝还不是易如反掌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让爹爹给我出口恶气，他们回府告状。沈娇娇怒气冲冲地转身，命人立刻驱车赶回相府。回到私宅后，我正准备卸下沉重的首饰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拍门声，管家匆匆走进来。夫人，相府派了急使，说是沈相有口信，命您务必亲见。我冷笑一声，拆开信函，信上的字迹力透纸背。沈宁，你纵容逆将当众羞辱太子与侧妃，简直大逆不道。明日东宫宴席，你必须亲自前来给娇娇奉茶认错，否则魏夫便告上御前，治你不孝之罪。呵，好一个不孝之罪！我将信纸揉成一团，随手扔进炭盆里。萧绝端着安神汤走进来。沈相又派人来恶心你了。他拿孝道压我，非要我明日去参加沈娇娇的宴席，摆明了是想在满朝文武面前折辱我，好替他的宝贝小女儿出气。不想去便不去，谁敢强迫你？明日我便派黑甲为踏平他的相府。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既然他们千方百计想让我去看他们如何风光，我若是不去，岂不是辜负了他们的一番好意？好，那明日我陪夫人一同去凑个热闹。马车停在长街路口，萧泽包下的摘星楼张灯结彩，门前车水马龙。萧绝牵着我下车，准备步行前往街尾的清平酒楼。刚走几步，沈娇娇便带着几名贵妇趾高气扬地拦住了去路。她今日刻意穿了云锦宫装，戴着满头珠翠。哟，姐姐还真敢来凑这个热闹啊！穿得这么寒酸，也配走在这条街上？路是朝廷修的，怎么，太子殿下连路都不让人走了？这条街今日被东宫包了，你们那破酒馆连个客人都没，我看是去喝西北风的吧？想过去可以，求本宫啊！萧绝眼神瞬间凝冰，林楚，请到。暗卫瞬间拔出腰间横刀，凛冽的杀气逼退了四周的东宫卫。沈娇娇吓得后退一步。你敢在京城动武？再不让开，横尸街头！萧绝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拉着我径直走过。清平酒楼内布置雅致，却没有半个客人。2楼雅间，我与萧绝相对而坐，对面摘星楼传来的丝竹声吵得人头疼。对面真是热闹。我抿了口热茶，看着街上络绎不绝的权贵。跳梁小丑逢场作戏罢了，好戏在后头。话音刚落，雅间的门被猛地推开，沈相背着手走进来，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冷嘲热讽：“沈宁，你看看这排场，再看看娇娇那边，满朝文武谁不来贺？你现在去给娇娇奉茶认错，为父还能替你求情。
沈相老糊涂了，放弃家产的文书写得清楚，我与相府再无利益瓜葛，奉茶认错，做梦！不知好歹！等一会儿那位掌控天下钱庄的神秘首富到了东宫，太子便如虎添翼，到时候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哦，神秘首富要去赴太子的宴。摘星楼内，萧泽端坐在主位，沈娇娇依偎在他身旁，受着百官的阿谀奉承。殿下，听闻今日那位神秘的天下首富也会露面。户部尚书小心翼翼地试探。不错，孤早已派人送去厚礼，只要他今日踏进这摘星楼，户部的亏空便迎刃而解。太子哥哥面子大，那位首富肯定是要来巴结的。楼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天下钱庄林大人到！门童的高唱声让整个大堂瞬间安静。萧泽猛地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冠，亲自迎到门口。只见林卓带着10几名捧着重礼的随从，大步走在长街上。林大人，孤可算是把您盼来了。萧泽满脸堆笑，早没了太子的架子。首富大东家可曾一同前来？林卓连正眼都没看他，只是冷冷地拱了拱手。太子殿下误会了，林某今日不是来赴东宫宴席的。林大人这是何意？这整条街只有孤在设宴啊！长街上，林卓无视萧泽错愕的表情，转身指了指街尾那座冷清的清平酒楼。林某今日是来拜见我家主子的。说罢，他带着随从浩浩荡荡越过摘星楼，径直走进了清平酒楼。那位神秘首富居然在那么寒酸的地方设宴。摘星楼里的百官面面相觑，心思活络起来。首富富可敌国，谁不想巴结？户部尚书率先站起身。下官突然想起清平酒楼的酒不错，去那边看看。眨眼间，一众重臣纷纷找借口溜出摘星楼，争先恐后的往清平酒楼跑。给孤回来！萧泽气急败坏的大吼，却无人理会。清平酒楼2楼，林卓推门而入，单膝跪在萧爵面前，奉上账册。属下参见主子，各路掌柜已在楼下候着了。我看着门外探头探脑的大员，再看看萧爵，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真正的首富就是我的夫君。孤倒要看看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拆东宫的台！萧泽怒吼着冲上2楼雅间，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如遭雷击。当朝10几个2品以上的大员正齐刷刷地跪在雅间门口，而坐在主位上悠闲翻看着天下钱庄账册的男人，正是他最瞧不起的废将军萧爵。这不可能！太子哥哥，他们在演戏！萧爵这个穷酸的残废，怎么可能是首富？放肆！天下钱庄、天宫坊、珍宝阁皆是我家主子名下产业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主子大呼小叫！沈相也闻讯赶来，听到这话，吓得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。他费尽心机想巴结的首富，竟然是他避之不及的弃子夫婿。萧泽连连后退，脸色煞白。不，你一个流放的醉将，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权？就算是首富又如何？萧泽强装镇定，拔出佩剑指着萧爵：士农工商，你再有钱也是个贱商。孤是储君，现在就以藐视皇元之罪将你拿下。太子殿下好大的威风！萧爵冷笑，坐在原处纹丝未动。东宫卫，给孤把他拿下！萧泽疯狂的大喊。就在东宫卫准备动手时，酒楼外突然传来一声尖锐高亢的高唱：圣旨到！大太监李公公手捧明皇圣旨，在御林军的护卫下快步走上2楼，众人跪了一地。萧泽面露喜色。定是父皇听闻你图谋不轨，下旨将你问斩了。李公公看都没看萧泽一眼，展开圣旨朗声宣读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前镇国少将军萧爵，当年蒙受冤屈，现已查明，其戍边有功，富甲一方，反哺国库，特封为义姓镇北王，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即日入主军机处。钦此。圣旨宣读完毕，整个雅间死一般寂静。萧泽手中的佩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整个人像烂泥一样瘫软下去。不可能！父皇怎么会把兵权交给你一个外姓人？萧泽双目赤红，疯狂摇头。李公公冷脸提醒：殿下慎言，王爷双腿早已痊愈，陛下已将西北30万黑甲卫正式划归王爷麾下，这是国之栋梁。沈香面如死灰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他连滚带爬凑到我脚边，挤出难看的笑：宁儿，爹就知道你有福气，你现在是亲王妃了，快帮帮你妹妹和太子，怎么打断骨头连着筋呀？我嫌恶地退后一步，冷冷开口：沈相记性真差，昨天逼我签契书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相府家产不都给娇娇了吗？你找他呀。沈娇娇跌坐在地，看着如今高不可攀的我，嫉妒与恐惧让她崩溃大哭。沈宁，你故意的，你故意跟我们出丑！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
萧决揽过我的肩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们。在我眼里，你们连小丑都不配。李公公转过身，又掏出另一份金种圣旨，脸上堆满谄媚。王妃娘娘，这还有一道您的恩典呢。我微微一愣，与萧决对视一眼，跪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正妃沈氏于西北戍边安民有功，特加封为超品亲王妃，赐紫金凤印，见驾不贵，钦此。这可是连当朝皇后都没有的殊荣。沈娇娇听完这道圣旨，嫉妒的双眼翻白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沈相更是趴在地上痛哭流涕。他亲手把一个超品亲王妃逼出了家门。萧泽猛地站起身，眼神犹如淬了毒的毒蛇。他知道，只要萧决接管军机处，他这个贪墨亏空的太子必死无疑。父皇老糊涂了，竟然重用一个外姓武将！萧泽猛地拔出侍卫佩刀，厉声嘶吼：此事何在？故今日就要清君侧，把萧决和这刁妇当场诛杀！话音刚落，酒楼外早已待命的黑甲卫有序进入，瞬间包围了雅间。百官吓得抱头鼠窜，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杀！你给我拿下萧决！萧泽状若疯癫的咆哮着，面对扑来的死士，萧决单手将我护在怀里，稳稳端起茶盏，抿了一口。不自量力。话音刚落，酒楼屋顶传来巨响，无数身披重甲的黑卫破窗而入，宛如神兵天降。没有繁杂的打斗，只有绝对的武力碾压。不过几个呼吸，东宫的死士便被悉数缴械，死死按在地上，整个过程干净利落。不可能！萧泽彻底崩溃，软倒在地。孤的死士怎么会不堪一击？林卓冷笑上前，殿下在温室里养的猫崽子，也敢和西北死人堆里爬出的黑甲卫比？大局已定。萧泽的兵变连半炷香都没撑过，就成了笑话。公然抗旨兵变可是死罪。太子和沈娇娇终于尝到了绝望的滋味。禁军很快赶到，将意图谋逆的萧泽五花大绑。萧泽图谋不轨，赤夺储君之位，押入天牢候审。废物！你不是说你能当皇帝吗？你毁了我的荣华富贵！滚！都是你这刁妇克姑！萧泽狠狠一把将他推开，两人在地上毫无体面的互相谩骂。沈相也被套上了枷锁。女儿，求求爹，爹不想下大狱啊！沈相忘了，是你亲手让我签下放弃一切的文书。带走。禁军粗鲁地将他们拖走。沈宁，你别得意！你以为萧决真的爱你？你生不出孩子，你这辈子都别想个骨肉，你才是最可悲的！沈娇娇凄厉的笑声在酒楼外回荡。沈宁，你这辈子生不出孩子，你就是个没用的废人！我浑身一僵，犹如坠入冰窟。当年落水伤了包公，大夫断言我极难有孕。这也是父亲彻底放弃我，逼我替嫁的原因。我以为萧决并不知道。闭嘴！萧决猛地上前一步，眼神冷冽如刀。他转身将我紧紧搂入怀中，宽厚的大手捂住我的耳朵，声音低沉：本王此生只要宁儿一人，此嗣于我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，有没有本王根本不在乎。你疯了？你堂堂镇北王，难道要绝后？把这疯妇拖下去！张嘴！萧决，他说的是真的，我可能真的无法为你生儿育女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萧决牵着我的手走到一旁的软榻坐下。我不仅不介意，我还知道你当年落水根本不是意外。萧决深邃的眼眸里写满了心疼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8年前相府后花园，我遭人暗算，身中软金散躲在假说后，是你冲出来替我挡下了那枚淬了寒毒的暗器，才会跌入冰湖。那寒毒才是伤你包公的真正原因。我震惊的说不出话。当年的记忆十分模糊，我只记得落水前后心确实一阵刺痛。那枚暗器本该要了我的命，是你救了我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这辈子绝不负你。什么指腹为婚，都是我设法让母亲去向你娘提的亲。原来这一切不是阴差阳错，而是他的蓄谋已久。你这傻瓜！我宁愿不要这破天的富贵，也不能没有你。萧决将我拥紧。京城天牢阴暗潮湿，萧泽披头散发的蜷缩在角落里，哪里还有半点太子的风光？放我出去！我是相府千金，我是太子侧妃！刁妇，你给姑闭嘴！萧泽抓起地上的破碗，狠狠砸在墙上，碎片碎了一地。要不是你这个丧门星处处招惹萧决，姑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你把姑害惨了！
你是个什么废柴，连个西北的武将都斗不过，我才是瞎了眼嫁给你。吵什么吵？萧泽，这是上面批下来的休书，你们俩现在已经不是夫妻了，明日一早全部流放西北苦寒之地。休书。沈娇娇看着那张纸，彻底崩溃了。她不仅没了荣华富贵，连最后的身份都被剥夺了。我就算死，也不想再看见你这张脸。次日清晨，城门外寒风萧瑟，沈相和沈娇娇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流放的队伍里。爹，我走不动了。沈娇娇冻得嘴唇发紫，连哭的力气都没了。沈相仿佛老了10岁，步履蹒跚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极其奢华的金丝楠木马车停在了城门口，车帘掀开，我穿着华贵的超品王妃朝服，端坐在车内。沈相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猛地亮起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宁儿，我的好女儿，爹知道错了，你行行好，跟王爷求求情，别让我们去西北呀！沈娇娇也连滚带爬地凑过来，哭喊着：“姐姐，我可是你亲妹妹，你不能不管我们！”我冷眼看着他们在泥地里摇尾乞怜，心中没有一丝波动。大梁律法森严，谋逆同谋之罪，我区区一介女流如何干涉？我语气冰冷：“你凭什么不管我们？你现在手握天下财富，随便花点钱打点一下狱卒，给我们换点好日子过，怎么了？”我听完简直想笑。你以为国法是儿戏？你们落得今日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。你就是个白眼狼！你！沈娇娇破口大骂。我从袖中掏出那份按着红手印的文书，冷冷的抖开，看清楚，这是当日父亲逼我签下的契书，白纸黑字，我已交还相府玉牌，放弃所有继承权，相府的荣辱死活，在国法面前与我皆无瓜葛。沈相看着那张文书，悔得捶胸顿足，仿佛瞬间抽干了力气。西北苦寒，慢慢走吧。我放下车帘，不再多看一眼。马车缓缓启动，将他们绝望的哭喊声远远甩在身后。回府的路上，萧觉正在翻看军报，见我回来，将我拉到身边坐下。处理干净了。萧觉替我捂了捂微凉的手。从此世上再我相负。我靠在他肩上，觉得无比轻松。宁儿，当年在西北，我们的婚事太过简陋，委屈你了。如今我已重掌权柄，我要给你一场天下最盛大的婚礼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何必再铺张浪费？不行，这不仅仅是婚礼，更是你的册封大典。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，我萧觉的妻子配得上世间一切尊荣。没过几日，礼部便颁发了告示，镇北王将迎娶正妃，不仅动用了国库最顶级的规格，萧觉更是自掏腰包，流水席摆满京城3天3夜，整个京城都轰动了，百姓们无不惊叹这位异姓王对妻子的极致宠爱。大典当日，我早早的被秦娘叫起来梳妆打扮。铜镜里，我穿着正红色的宅衣，头上戴着那顶镶嵌着极品夜明珠的紫金冠，光彩照人，恍若天人。门外，那辆金丝楠木画辇已经稳稳停在庭院中。萧觉一身暗红色的亲王蟒袍，身姿挺拔如松。他没有让内侍代劳，而是亲自走到画辇前，向我伸出手。夫人请。他的眼底满是惊艳与化不开的深情。我将手搭在他的掌心，由他扶着登上车驾。车驾缓缓驶向宗庙，沿途的百官和百姓纷纷行大礼，高呼千岁。这等排场，这等尊荣，真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到了大殿前，满朝文武列队迎接，我与萧觉并肩而立，接受着众人的朝拜。曾经那些看不起我、嘲笑我是流放罪妇的权贵们，如今全都匍匐在我的脚下，连头都不敢抬。礼成之后，萧氏一族的族老们在府中设宴。宗亲宴席上，觥筹交错。镇北王如今大权在握，可这子嗣单薄，实在是不妥。王妃虽然贤良，但当年伤了身子，老朽家中有几个旁支的孙女，不如送进王府伺候。大殿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，我端着酒盏的手微微一顿。虽然萧觉说过不在乎，但在世家大族中，子嗣确实是把利刃。萧觉猛地将手中的金樽重重搁在桌上，震得族老浑身一哆嗦。本王的家事，何时轮到你来插嘴？萧觉眼神如嗜血的修罗，冷冷环视四周。本王今日把话放在这里，我萧觉此生绝不纳妾。这偌大的家业，宁儿若是生不出，大不了将来从旁系里挑个顺眼的过亿。荒唐！这简直是有违祖训啊！祖训，在这京城，本王就是规矩。萧觉猛地站起身，杀气凛然。
我儿说的对。大殿的门被推开，婆婆一身一品高明夫人的华服，在侍女的簇拥下大步走了进来。族老们纷纷起身行礼，参见老夫人。婆婆走到大殿正中央，冷眼瞥了那个族老一眼。怎么看我这老太婆不管事了，就敢欺负我儿媳妇了？老夫人，老朽也是为了萧家的香火着想啊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婆婆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大声宣布：宁儿是我萧家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，哪怕她一辈子生不出孩子，我们萧家也认准了她这一个。谁要是再敢往王府里塞那些狐妹子，别怪我不念同宗之情，直接赶出家门。有了婆婆这番霸气撑腰，族老们全都噤若寒蝉，再也没人敢提纳妾之事。母亲，谢谢你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婆婆慈爱地拍了拍我的手背。夜风微凉，繁星点点。大典结束后的深夜，萧觉平退了左右随从，牵着我的手，一步步登上了京城最高的神武门城楼。从这里俯瞰，整座京城灯火辉煌，盛世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。萧觉解下身上的玄色大根，仔细地披在我的肩上，将我裹得严严实实。冷吗？我摇摇头，顺势靠在他宽阔的怀里。不冷，只是觉得这一切像做梦一样。谁能想到，当初那个被偏心父亲逼迫替嫁的妻子，竟然会有站在这里的今日？这不是梦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萧觉从背后紧紧环抱住我，下巴轻轻搁在我的发顶上。当年你奋不顾身替我挡下暗器的救命之恩，我以这盛世山河无上尊荣作为聘礼来还，不知夫人可还满意？我转过身，看着他深邃而温柔的眼眸，回想起流放之地的风雪，嘴角勾起一抹释然的笑意。我很满意。我踮起脚尖，轻轻吻在他的唇角。萧觉，嫁去西北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、最不后悔的决定。他收紧双臂，低头深情地回应着我的吻。清风朗月，山河远阔。从今往后，这大好盛世，我将与他并肩同上，岁岁年年。